这是一台爱普生的中端投影，它的纸面参数不算高，但它是一台没有彩虹效应、没有散斑，长时间看也很舒服的3片机，真正的支持 4K 120赫兹，延迟也很低。最近我测试了它的各项参数，用它沉浸在搬砖的世界里。今天我们客观主观相结合，缺点优点不回避，聊一下它在价位接近的投影里有什么特点，处于什么位置。爱普生 LS9000深度体验。观感受这几个因素的影响，首先是干净。我在测试它的时候，发现它的底色非常的干净，这种干净你只要投一张灰阶图就能一目了然。我手上的这台 DRP 投影，它的亮度和对比度比 LS9000更高，但是如果用它投灰阶图，在亮区你能看到静态的脏点，在暗区呢，你能看到抖动的噪点。这些噪点在不同灰阶上的明显程度是不同的，但是总会在几个灰度上出现。我测试过的所有 DRP 投影都是如此，不同型号严重程度会不一样，但是很难彻底的避免。LS9000因为显示原理不同，打开灰阶测试图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暗部没有噪点。这不只是在灰阶图上能看到，日常看电影玩游戏同样能感受到。灰阶图只是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而已。第二，没有彩虹效应。因为3片机可以全时同步的显示红、绿、蓝3种颜色，所以天然没有彩虹效应。我自己其实是对彩虹效应比较迟钝的人，没有彩虹眼，但是有很多人会很敏感。为了确认这个现象，我做了一个快速移动的视频去观察它，结果也很明显。所以如果你本身对彩虹效应比较敏感，那么3片机在今天依然是无法替代的存在。第三是没有散斑。在这个价位下，比 LS9000亮度高、色域广的投影大多是3色激光光源，但是 LS9000天生没有散斑，严谨的说应该是看不到散斑。这一点对于追求长时间观看舒适度的人来说意义非常大，尤其是对3A 游戏玩家。当我需要几十上百个小时沉浸在另一个世界的时候，没有散斑，没有彩虹效应，长时间看下来会觉得很舒服。另外，没有散斑也意味着，如果你投的尺寸大的话，可以给它配一块增益幕来保证亮度观感，而不用担心高增益对于散斑的加重。什么情况下要配增益幕，这点我们后面会详细说。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它的画面。LS9000作为一台大镜头的专业机型，画面的清晰度和通透感都不错。从测试数据上来看，它的色域不算高，约85%的 DCI-P3。它能呈现出来的色彩和3色激光投影相比不夸张，是比较收敛的；和传统灯泡投影相比的话，是比较浓郁鲜艳的。色彩亮度本身就是3LCD 投影的优势，所以它整体画面风格是扎实克制的。它只有5个图像模式，没有一个是亮度很高但色彩很偏的，只是色温不同，默认设置不同。但它的问题也很明确，就是 LS9000被砍掉了动态色调映射，所以在显示 HDR 片源的时候，为了给高光留出充足的亮度储备，它的中间调会被明显的压低。如果你本身投的尺寸比较大，那你会更容易觉得画面不够亮，色彩也没有 SDR 那么鲜艳。虽然 LS9000有支持 HDR10+ 片源的动态色调映射，但这种片源毕竟不多，而且亮度本身不是特别的充沛，所以效果并不会特别显著。这就是爱普生的刀法，因为在价格更高的 QB 系列上，亮度会高不少，
而且有动态色调映射。所以对于 LS9000日常观影，我推荐把播放设备设置为 SDR， 因为我认为画面看上去更好，比我正在看 HDR 更实际。说完观感，我们来看测试数据。LS9000的亮度是2200流明，和 ILCOS 的入门机型相当。我分别在3种投射距离投100寸无增益幕，测试了它的各模式的最高亮度和原生对比度。可以看到，投射距离越近，亮度越高，黑位对比度越低；投射距离越远，亮度越低，黑位和对比度越高。投射距离中等，也就是 2.0 投射比下，对于亮度和对比度是个不错的平衡点。如果把这组测试数据和我以前测过的投影相比，它显得很普通。3-4激光投影在亮度和对比度上优势很明显，但是问题是，单芯片的家用 DLP 投影就是没有它这种观感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当然，我认为观感舒适是个进阶需求，而基本需求是一台投影在你的影音室要先达到一个合格的亮度，就是怎么把这台投影用好。现在我把测试数据带入一个亮度观感的参考模型，分析如何发挥它的最佳亮度观感。这台投影的投射比是 1.35 到 2.84， 范围很大。把投射比乘以屏幕宽度，得到的就是镜头到屏幕的距离。如果你想投120寸，就可以把投影安装在镜头距离屏幕 3.59 米到 7.55 米的范围，在这个范围内挂在最近的地方和中间，都能在所有图像模式下获得100尼特以上的最佳亮度观感，显示为蓝色。如果挂在最远处，只有动态模式可以达到。那通常我们会挂在投射比中间的范围，那这样前后有一个余亮。但如果你想用更大的尺寸挂在中间的话，亮度就会低于100尼特，观感就不够亮。那这个时候你有2个选择，一是把投影安装在距离屏幕更近的位置，二是用一块增益幕来保证最佳亮度观感。因为 LS9000 它没有散斑，是可以配增益幕的。比如我想投180寸的话，那就需要一块 2.0 的增益幕，让亮度提高1倍，来达到最佳亮度观感。所以这张表格的作用不是告诉你一堆数字，而是看 LS9000 在你的影音室的尺寸下如何达到最佳亮度。这台投影应该是目前真正支持 4K 120赫兹的投影里面价格门槛最低的一台。这是我测的延迟数据 ，4K 60赫兹下20毫秒 ，4K 120赫兹下10几毫秒。除去针尖延迟的话，投影对画面的处理时间只有3到4毫秒，表现非常好。反而在 1080P 下，它的延迟更高一些，说明这台机器在 4K 和 1080P 下走的是2套不同的图像处理链路。LS9000 开启低延迟的方法是按遥控器上的 Fine、Fast 按键，在任何图像模式下，你都可以快速的切到低延迟状态，这点很方便。LS9000 有一些功能非常的专业，举个例子，它风扇的位置有一个过滤棉，可以拆下来清理灰尘，这很实用。它的电动镜头位移范围很大，也就是它对安装位置的要求宽容度很高。它的梯形校正功能，除了常规的水平、垂直和四角校正以外，甚至还能从3点到17点进行非常精细的调整。我们知道3片机有时候会因为红绿蓝3色没有完全重合而产生彩边。LS9000 的画面校准功能做得非常的细，可以细到每一个点去校准，这个非常好用。多点白平衡也给喜欢折腾校色的玩家留了很大的折腾空间，所以对于家庭影院的深度玩家来说，那这台机器可玩性非常的高。所以这台投影适不适合你，在于你到底更在意什么。如果你说我就要更高亮度、更高对比度、更大的色域，参数越猛越好，那么这台投影不适合你。但如果你说我想要一台没有彩虹、没有散斑、长时间看舒服，还有真的 4K 120赫兹的3片机，那它就是2万这个价位的一个重点考虑对象。我是考拉上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